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i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健身厨房。今天这一期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用羽衣甘蓝粉做羹的方法。今天这一款是一个咸鸭蛋豆腐羹，还是一样用微波炉就能很方便的做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。我今天介绍的依旧是1人份的做法。首先我来说一下容器的大小，我这是一个350毫升的碗，这个大小刚好能装下这一份羹。这个水量的视觉效果和味道都是最好的。首先主要原料当然就是豆腐，口感最好的是绢豆腐，但是我没有买到，所以我这里用内酯豆腐来代替。我们要用150克的豆腐，其实125克到175克都 OK， 主要看你那儿买到的豆腐是什么分量。我这刚好是1/4块豆腐的量，用勺子把豆腐切成可以一口一个的小块，这样可以帮助豆腐的部分更入味。然后是咸鸭蛋，我这样一个的总重是70克左右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是熟咸鸭蛋，生咸鸭蛋是液体。如果你是在菜市场买的生咸鸭蛋，记得先煮熟。OK， 我们把咸鸭蛋捏碎铺进去，这个时候不要搅拌，以免把豆腐打碎了。然后我们加入1/4茶匙的鸡精，最后是100毫升的热水。接下来就能送进微波炉加热了，在下面放一张隔热垫，以便等下从微波炉里取出来。然后如果你用的是常规的900瓦微波炉，就用最高火加热1分半；如果你用的是较弱的700瓦微波炉，就加热2分钟。1分半之后，豆腐和咸鸭蛋就烹饪完成了，不同原料的味道已经混合到了一起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羽衣甘蓝粉了，然后搅拌到汤里面。烹饪完毕之后再加入羽衣甘蓝粉，可以确保维生素不流失。我这里加入了3克，因为我买的是一支一支装的，这正好是1支的量。于是这道咸鸭蛋豆腐羹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来看看这份豆腐羹的营养构成。这一份的总热量差不多是235大卡，里面有17.5克左右的蛋白质，15.5克的脂肪，5.5克的碳水，然后是1300毫克的钠。说实话，这个钠含量是很高的，毕竟我们用了一个咸鸭蛋。一般人一天的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300毫克以内。事实上，汤和羹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做很大一份汤，还希望它每一口的口味都很好，那么你摄入的钠总量会很高。所以我分享的是小份汤的做法。不过今天这一份这么高，主要还是因为咸鸭蛋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觉得有用，麻烦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Maxi， 那个主要研究怎么吃的业余健身博主。希望大家在获得好身材的同时，都能吃得更好一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